龙身上的谜团终于全部揭晓，亲口说出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。路飞的老妈长得并不是很好看。随着暴君熊的回忆完结，龙的往事也逐渐清晰。第一个就是龙脸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？首先可以确定，并不是卡普的鞋底印，因为龙不像路飞那样叛逆，他按照卡普的意愿成为一名海军，不过在那里看不到想要的正义，才选择从海军离开。为了推翻天龙人的统治，创建了革命军。奥哈拉被屠魔令毁灭之后，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，遇到贝加庞克。当时龙的裤子上有一种特别的图案，与现在脸上的花纹一模一样。那个图案很可能与义勇军有一些关联，代表着他要推翻天龙人的决心。第二个谜团是龙的恶魔果实是什么？当年在罗格镇出场，龙用一道闪电命中巴基，将路飞从处刑台上救下。随后天空中下起暴雨，之后又用一阵狂风护送草帽团安全出航。结合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护目镜，推断龙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。在海贼王漫画1099话中，龙给自己传起的名字用德文翻译是暴风，而且龙还告诉熊让命运之风自由吹拂，可见龙就是风的操控者。第三个是龙的老婆，也就是路飞的母亲是谁？曾经有海米推测路飞的母亲是天龙人，龙身为海军与他相爱，因为身份之间的差异，路飞的母亲丢掉性命，龙才决定对抗天龙人。现在我们知道龙参加过海军，但在他离开海军之后，路飞才降生于世，可见龙是在壮大革命军的过程中才遇到路飞的老妈相爱生子。而且尾田也在公开场合说过路飞的母亲，可以确定他目前还活着，具体什么时候出场以及会不会出场都还没有准确的定义。不过尾田还说了，路飞的母亲不会很漂亮，而且性格也非常暴躁，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，只要路飞不听话就会狠揍一顿。从这段描述来看，东海的山贼达旦与路飞母亲的形象很接近，而且路飞从小就跟在达旦身边，也可以说达旦就是路飞的养母。随着龙身上的谜团慢慢揭晓，路飞的母亲出场也应该不会太远了。目前龙身上还有一个谜团，就是他的悬赏金到底有没有50亿？被吴老星认定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，龙的赏金也绝对不会低，很可能会接近罗杰和白胡子，拥有不低于50亿贝利的悬赏金，轻松碾压赏金10亿的大海贼。被自然系果实觉行者打伤额头，藤虎居然说自己有实力抗衡四皇。当年在德雷斯罗萨见到藤虎，路飞立马表明他的实力很强，随后藤虎就秀了一波实力，将地面弄出一个巨洞秒杀明哥的手下。后来两人也有过正面交战，藤虎也能压制没开4档的路飞，索隆也被藤虎的气场震慑过。面对藤虎询问赌场的位置时，把手按在刀柄上却没有攻击，反而老老实实的回答说不知道。见到同伴罗被多弗朗明哥抓住，索隆立马拔刀冲了过去，斩击被藤虎挡下后，又被藤虎用重力刀打入地底之下。这次交战，索隆的嘴角被打流血，战斗力比藤虎应该差一个档次。多弗朗明哥曾强调藤虎强如怪物，却完全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。得知藤虎打算废除七武海制度，上去就是一脚，还扬言干掉对方。明哥这波操作纯属在口嗨，他的战斗力还远没有大将级别。当年与大将亲自交手，被对方瞬间冰封，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多弗朗明哥，萨博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，紧接着小秀了一波实力，捏碎巴斯提尤的斩蛟后，将其轻松秒杀。不过与藤虎单挑显得有些吃力，靠着稍稍果实元素化躲避重力攻击，最终两人达成某种协议后平手。可见藤虎和萨博都认可了对方的实力。押送明哥去海底监狱的路上，藤虎一行人遇到了赏金10亿的杰克，明知道对方有藤虎、战国与鹤中将，还是强行把海贼船靠了上去。战国与鹤都是年纪大的老者，打杰克应该是藤虎担当的主力。最终杰克被打成重伤跌入海底，靠着鱼人的特性才保住一条小命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去圣地向天龙人宣战。为了拯救同伴暴君熊和奴隶们，他们与大将绿牛和藤虎爆发冲突。绿牛的对手是巨人族的莫里，手掌被对方用3叉戟刺穿受伤。藤虎的对手是自然系能力者卡拉斯，具体的战斗经过没有公开。事后藤虎的额头受伤缠上绷带，不出意外就是被卡拉斯打伤的。卡拉斯能用煤灰制造有意识的乌鸦，很可能是自然系觉醒的效果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藤虎与黄猿一起出动，目标是干掉乌塔，搞定歌之魔王后，香克斯告诫海军，乌塔是红发海贼团的家事。藤虎没有给面子，做出拔刀的架势，一副能抗衡4皇团的态度。香克斯彻底愤怒，释放霸王色霸气，很多中将抵挡不住，倒地不起。藤虎见状也是彻底认怂了，只能收起刀，选择乖乖离开。本贝克曼的核心能力全部公开，对霸气的修炼达到4皇级别，顶上战争能妥妥的灭掉黄猿。当年香克斯在东海丢掉一条左臂，按理说战斗力有所下降，却能在6年前成为4皇。据说是红发海贼团是双4皇配置，除了船长香克斯有皇级战力，本贝克曼的实力也能达到4皇级别。不过本贝克曼的战斗场景非常少，目前只确定他拥有3种顶级能力，第一种就是超强的智慧。尾田曾公开过，本贝克曼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不管是新世界的强者还是七武海，都非常畏惧他的谋略。当年白胡子带队去马林饭多久艾斯，对智将战国的计策非常忌惮，整场战斗2个人都在斗智斗勇，可见智慧也是战斗力的一种体现。路飞在鬼岛决战中击败凯多，
红发海贼团来到和之国近海赶走绿牛后，香克斯决定加入抢夺大秘宝的行列，还特意找本贝克曼单独商量。从此也能看出来，香克斯对本贝克曼的智慧非常依赖。本贝克曼每次出场都拿着一把来福枪，第二种技能就是枪法。当年在东海对战山贼西格，他就用来福枪瞬间秒杀一群小喽啰。后来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本贝克曼用枪指着大将黄猿的脑袋，一向嚣张的黄猿也只能乖乖举起手，对本贝克曼也有一些忌惮。当时有很多海米不能理解，堂堂的海军大将为何会害怕一位皇父，也猜测本贝克曼能将子弹缠上霸气，黄猿的闪闪果实也无法躲避。这种说法并不是很准确。女儿国的战士可以将霸气缠绕在弓箭上，可见将武装色缠绕在子弹上，并不是本贝克曼的独有能力。本贝克曼的第三种能力就是对霸气的修炼非常强大。在剧场版《红发歌姬》中，尾田曾公开过他拥有超越大将的霸气。当年黄猿乖乖举起双手，很大可能是害怕本贝克曼的霸气。红发海贼团来到巨人之岛埃尔巴夫，遇到曾经的对手基德海贼团。从拉基路的话中可以推断出，当年是本贝克曼打断了基德的胳膊。香克斯使用见闻色预见未来，探查到基德会带来巨大的破坏，立马出动使用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，将基德和基拉瞬间秒杀。在此之前，本贝克曼询问香克斯是否探查到不得了的未来，也能确定本贝克曼的见闻色等级达到了预见未来的地步。如果本贝克曼真有4皇级别的战斗力，很可能也会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当年黄猿乖乖举起双手不敢攻击，是真的担心会被本贝克曼干掉吧？黑胡子居然存在5个致命缺陷，白胡子丧命马林范多的原因就在其中。想要吃掉手术果实也是为了弥补缺陷。在顶上战争见到重伤的老爹，黑胡子立马上前攻击，用暗果实的引力吸收震荡波，还不忘叫嚣着白胡子的时代已经过。不料被白胡子抓住破绽砍中胸膛，疼得满地打滚喊爸爸饶命。白胡子也强调说，性格太过傲慢就是黑胡子的弱点。在对战罗的时候，黑胡子也暴露出傲慢的缺陷，只使用阵果实战斗，结果被罗用觉醒能力揍了一顿，发动暗果实的能力，才将红星海贼团完全摧毁。如果遇到赤犬这样的强者，黑胡子的傲慢会让自己脑袋落地。当年黑胡子向艾斯展示暗果实，强调拥有世界上最邪恶的力量，也表明缺点是不能让身体元素化，而且会让能力者的疼痛感加倍。虽然说黑胡子有特别强的忍受能力，强烈的伤痛也会影响到战斗表现，在对抗顶级强者的战斗中，稍微出现一丁点纰漏就会丢掉性命。当年白胡子去马林范多救艾斯之前，已经是伤病满身，整天挂着点滴。相比同年龄段的战国和卡普，身体状态有了巨大的差距。有不少海米认为是白胡子贪恋美色所致，身边有一群粉色衣服女护士，也有海米说是阵果实导致。获得能毁灭世界的力量后，就得像黑胡子一样付出代价，让身体承受到更多的伤害。路飞吃下传说中的幻兽尼卡果实，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寿命。黑胡子现在拥有2个神级果实，对身体的反噬必定会比白胡子更大。击败罗后，黑胡子想要吃手术果实，应该就是防止身体被反噬吧。和之国大战完结后，黑胡子在圣者岛蹲守到罗的红星海贼团，在与罗的战斗中，黑胡子只使用阵果实，被罗狠狠揍了一顿。随后黑胡子开启暗果实猛攻，还强调会依靠果实能力不断进攻。从此也能确定黑胡子的一个弱点，就是太依赖恶魔果实战斗。凯多已经告诉过路飞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罗也证明过凯多的话，用强大的霸气驱散毒 Q 并果实的能力，而且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黑胡子至今也没有展示过。太依赖恶魔果实导致霸气修炼不强，会让他在今后的战斗中吃亏。黑胡子海贼团的组建也存在缺陷，都是强者却不是非常团结。在海底监狱招募到的伙伴，基本都当过雄霸一方的大海贼，他们愿意跟随黑胡子，也都是想着能逃出海底监狱获得自由，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不够。就像当年的洛克斯海贼团一样，一旦成员之间爆发冲突，黑胡子海贼团破灭也就不会远了。他叫特拉法尔加罗，来自地之一族，赏金30亿贝利，秒杀掉2位中将，重创过2位4皇。凯多认可他的实力接近4皇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登场，罗的赏金只有2亿贝利，实力也是一点不弱。与基德联手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。顶上战争快完结时，罗开着潜水艇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接连躲过大将亲制的冰河时代与大将黄猿的8尺群勾玉。随后罗策划出洛基港事件，用100个海贼的心脏弄到七武海，在庞克哈萨德与路飞组成同盟，企图通过干掉明哥将凯多拉下马，对战刚成为中将的斯摩格。起初2人打得还算有来有回，罗稍微拿出点实力认真战斗，就能夺走斯摩格的心脏将其秒杀。后来与中将维尔哥战斗，前期罗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打得很惨。恢复体力后，即便维尔哥全身附着武装色，也被罗一刀劈开秒杀。刚到德雷斯罗萨，罗就遭遇到大将藤虎与明哥的围攻，虽然被藤虎用重力刀困住，依旧能靠着手术果实逃走。与明哥单挑，罗一直处于劣势，攻击没有太大效果，还被砍掉一条胳膊。靠着联手路飞使用计策，才能用伽马刀重创明哥，可惜没有及时补刀，给明哥留下用线修补内脏的时间。虽然说罗和明哥都是七武海，但罗的实力明显弱了一大截。来到和之国，罗的实力突然提升，打霍金斯完全占据上风。在鬼岛屋顶对战2位4皇，罗一直利用手术果实充当工具人，不是将索隆送到空中攻击凯多，就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路飞。与人兽形态的凯多战斗，罗的攻击也是一丁点效果都没有。
不过在对战四皇大妈的时候，罗终于拿出了全部的实力，使用手术果实的觉醒能力，用4000米大道贯穿大妈的身体，又创造出一个能隔绝声音的 room， 让魂魂果实的能力无法使用。最终联手使用此果实觉醒的基德，将四皇大妈彻底击败。海多感知到大妈战败后，表现出了惊慌失措和愤怒，抱怨大妈居然如此之快被击败，也赞叹罗和基德非常能干。难道说在凯多的心目中，基德和罗的实力已经接近四皇了吗？鬼岛战争完结，罗的赏金涨到30亿贝里，与新任四皇路飞一样。从和之国离开之后，罗在圣者岛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此时罗的霸气有了很大提升，能瞬间驱散病果实的能力。对战只使用阵果实的黑胡子，用手术果实觉醒能力将其重伤。当黑胡子开启暗暗果实后，罗也没能抵挡住黑暗的引力战败，靠着被波变身月亮狮子保住性命。那么罗的战斗力能否有准大降级别呢？遭到最强四皇无视，打不赢赏金1500万的海贼，他就是第一剑豪乔拉克尔米霍克，长着雄鹰一般的眼睛，拿着35亿9千万的赏金。得知好基友香克斯输掉一条左臂，鹰眼果断放弃海军猎人的职业，转头加入海军，成为一名七武海。当年在海上餐厅巴拉蒂现身，鹰眼划着一艘小船追杀克里克海贼团。索隆见到出海的目标就在眼前，立马拔出3把刀上前挑战。鹰眼拿出胸前的小刀应战，还很装逼的说了一句：“没有比这更小的刀了。”索隆使出全力攻击，引以为傲的招式却被全部挡下。他不敢相信与世界最强的差距如此之大，直到胸口被小刀贯穿才停止攻击。鹰眼对此很是疑惑，询问索隆为何不躲避。索隆异常坚定地告诉他，与其战败不如死掉更好。见到意志如此坚定的新人，鹰眼拿出代表世界最强的黑刀叶，在索隆胸口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，强调会在世界最强的位置上堵他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鹰眼一反常态主动攻击白胡子，他想测试自己与世界最强男人有多大差距。黑刀叶挥出的蓝色斩击被白胡子完全无视。见到二番队长乔兹用钻石之躯挡下斩击，鹰眼乖乖收起黑刀叶，也弄清了最强剑豪与最强男人的差距。路飞带着越狱小分队空降马林范多，鹰眼没有给香克斯面子，立马拔出黑刀叶攻击路飞。他想确定一下草帽小子到底还能走多远。路飞在东海见识过鹰眼的强大，面对黑刀的斩击只能四处逃窜。慎平站出来帮忙，连一招都没挡住就被打飞出去。同样是七武海，这实力差距也太大了吧！面对鹰眼的穷追不舍，路飞从空中抓来巴基阻挡，不愧是拥有霸王色运气的男人，任由黑刀叶砍上1万刀，也没有受到一丁点伤害，直接把鹰眼给整懵逼了。只有1500万赏金的巴基，转头还敢主动攻击鹰眼，也难怪他能靠着鹰眼和老沙成为世人敬畏的海上皇帝。达兹波尼斯也站出来主动，结果被鹰眼一招砍倒在地，最终还得靠55开老沙出马，用一句老子心情不好挡下鹰眼。见到好基友红发到来，鹰眼给足面子，收起黑刀叶直接离开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鹰眼的驻地被海军团团围住。此时老沙打来电话，提议二人联手组建十字工会，随后去找巴基要债，却误打误撞帮助巴基成为海上皇帝。前海军元帅战国在公布鹰眼赏金时明确强调，鹰眼拥有比四皇香克斯更强的剑术，这是否可以说他的实力已经达到四皇级别了呢？黑胡子组建海贼团犯了一个大忌，2个伙伴要取他性命，还有一人在掌控黑胡子，在白胡子的船上隐藏20年。黑胡子干掉萨奇得到暗暗果实，随后找到4个伙伴组建最初的黑胡子海贼团。毒 Q 给人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内心却非常凶狠狡诈，曾经试图用炸弹苹果干掉索隆。路飞运气好才躲过一劫，吃下病果实后，毒 Q 的战斗力有所提升，不过被武装色完全克制。巴沙斯是最会拍马屁的成员，每次黑胡子战斗都会主动帮忙。在马林范多攻击大佛战国，被卡普一拳头从空中击落。黑胡子对巴沙斯也很好，让他当第一船长，只可惜战斗力太弱。去德雷斯罗萨抢夺烧果实，被萨博按在地上摩擦，差点丧命。吃下莉莉果实后，巴沙斯的战斗力稍有提升，依旧打不过慎平。拉斐特曾在西海当保安官，因为滥杀无辜被所在的国家赶走。他的恶魔果实名称还未公布，可以确定有飞行和催眠能力，一直在操控黑胡子海贼团的动向。去马林范多要七武海之位，闯入海底监狱找伙伴和抢夺真正果实，都离不开他的筹划。范奥卡是狙击手，平时很少说话，赏金也才6400万贝利。黑胡子非常欣赏范奥卡的实力，让他做第3船长，还配备了最适合狙击手的瞬移果实，算得上黑胡子海贼团的忠臣。在推进城，黑胡子招募到5位伙伴，都算不上可靠的人。巨大战舰圣胡安饿狼是巨人族，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。加入黑胡子海贼团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为了从海底监狱离开。大酒乔特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却是一个非常阴险的人。投靠黑胡子也是为了自由。对战卡普体现出他的实力不强，从名字来看，恶政王被抓之前也是一位雄霸一方的大海贼。从顶上战争开始，他就一直吵吵着让黑胡子把船长给他当，说不定在未来的某场战斗中，恶政王就会干掉黑胡子当船长。戴彤的外号是玄月猎人，也被称为最凶恶的女罪犯。她加入黑胡子是为买新衣服，海贼船沉了也得先去商店逛逛。溪流曾经也是海军中的一员，因为滥杀犯人被关入监狱，麦哲伦放他出来对付黑胡子，还特意询问是否算戴罪立功，得到麦哲伦的否定后，溪流才选择答应黑胡子的邀请。在黑胡子吸收真正果实时，还说一旦失败就会脱离这个海贼团。
青雉是黑胡子海贼团的10号船长，至今也不清楚他为何当海贼。击败卡普后，青雉流出了眼泪，表明他并不是100%忠心黑胡子。他也曾对老同事斯摩格说过，自己所坚持的正义没有变，说不定青雉就是卧底，目标是找暗暗果实的弱点，干掉黑胡子。索隆即将与大将黄猿开战，香克斯已经集齐4块路标正文。海贼王第1080话情报解析：弹头岛上的赤天使全部战败，他们被关押在巨大的泡泡球中。赤天使女帝是个例外，她和汉库克一样被路飞彻底征服。如果这一幕被汉库克看到，会发起进攻击溃赤天使女帝吗？从这场战斗来看，赤天使的实力很强，但相比七武海有很大差距。五老星萨坦圣主动给路飞打电话，他想与路飞商讨弹头岛的事情。还没等萨坦圣开口，路飞立马朝着电话吼道：“自己要成为海贼王！”这一幕对海米来说很熟悉，只要草帽团的电话响起，路飞都会这样做。摩格斯偷听到萨坦圣与路飞的通话，盘算着如何添油加醋引爆舆论。挂断电话之后，草帽团集合在一起，商讨着如何逃离弹头岛。罗宾也参加了讨论。上一话没有出现，并不是遭遇到了危险。路飞决定通过贝加庞克研制的机器去巨人岛埃尔巴夫冒险。不过欲望约克对防护壁设置了密码，没人能够从弹头岛离开。黄猿得知 CP0 的几个人已经与草帽团一伙组成联盟，立马使用8尺镜抵达弹头岛。刚落地就碰到了老部下战逃丸，黄猿使用招牌技能光速踢，不过被战逃丸结结实实挡了下来。随后战逃丸吹牛皮说：“我的防御可以全世界最强的。”完全忘记就在不久前被陆琪用纸枪贯穿身体受伤的事情。就在此时，路飞用见闻色察觉到有一位强者登陆弹头岛，这见闻色多少有点滞后，黄猿都开打了，他才察觉到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阻挡黄猿的进攻，掩护草帽团离开呢？有五老星的萨坦圣在，黄猿最多算是敌方的第2战力输出，索隆出马最合适。两人在香波地群岛交战过，索隆被按在地上摩擦，现在有妖刀研磨的提升，也觉醒了霸王色，挡住黄猿不算难事。草帽团的下一站是埃尔巴夫，也表明那里有一块路标历史正文。香克斯在和之国近海就说过，他要加入 One Piece 的争夺战，紧接着就来到埃尔巴夫，也一定拿到了埃尔巴夫的路标历史正文。好巧不巧又遇上了铁头王基德，一招神臂轻松将对搞定，也拿走了基德手中的路标正文。香克斯已经集齐了4块路标正文，一旦草帽团抵达埃尔巴夫，就会看到被红发击败的基德和基拉。这两人刚在和之国与路飞联手，接下来很可能会继续协助路飞。还有被黑胡子击溃的罗，失去了伙伴和海贼船极地潜水好，大概率与路飞再次结盟。3大船长一起去拉夫德鲁找 One Piece， 玩虐过山治，也拯救过路飞，威力甚至比罗杰的神臂更强。盘点海贼王中最顶级的5种拳法，卡普的铁拳绝对算一种，不过这种拳法只有他一个人会，靠着霸气与拳头的结合，让卡普拥有最顶尖的战斗力。30年前在神之谷击溃史上最凶恶的洛克斯海贼团，与赏金5亿的铁头功大师青椒交手，也是一拳头搞定对方。马尔科有吸收一切伤害的蓝色火焰，也没能扛住一记铁拳的输出。结合霸王色缠绕攻击后，卡普铁拳的威力再提升一个档次，一拳下去能毁掉一座城镇，就连大将青雉也无法抵挡。对待路飞和艾斯的时候，铁拳就会变成爱之铁拳。现在来看路飞能活着长大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八冲拳拥有数百年的历史，也是八宝水军历代相传的拳法，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会释放强大的冲击波，普通的防御毫无效果，对实力的提升却不大。青椒拥有霸王色霸气，赏金也才5亿倍利，与赏金只有4亿倍利的路飞战斗，连橡胶果实的3档都打不过。对战唐吉诃德家族的拉欧巨，赏金才6100万，青椒也没能获胜。或许在第13代栋梁老蔡的手中，八冲拳的威力会得到提升。帝翁拳是一种特殊的气功，目前只有明哥的手下拉欧巨使用过，每次使用都会摆出奇怪的姿势，而且年纪越大发挥的力量就越强，因此帝翁拳的终极大招非常特殊，只有在油尽灯枯时才能发挥出来。拉欧巨靠着他击败赏金5亿的青椒，自己的寿命也在那一刻耗尽。王者之拳是伊丽莎贝罗2世依靠强横的肉体挥出的重拳，仅仅是一拳就能摧毁一座城池，破坏力完全不输卡普的铁拳，即便是4皇被打中也会当场毙命。这种说法应该是假的，很难想象翱翔天际的巨龙凯多会被一拳头从空中击落。王者之拳在使用前有个弊端，需要花费1个小时的时间来热身，对体力的消耗也非常巨大，短时间内很难第2次使用。从王者之拳击碎皮卡石像的画面看，破坏力完全不输罗杰的神臂。人妖拳法是伊万科夫经常用的招式，也只有人妖才能使用。为了保护路飞安全越狱，伊万科夫留下来对战毒人麦哲伦，人妖拳法完全起不到作用。好在为越狱小分队拖延了一些时间，在马林范多伊万科夫与赤犬交手，人妖拳法也没有起到作用。不过在对战山治的时候，伊万科夫表现出绝对碾压的实力，一度让山治体验到做人妖的快乐。好在他没把山治变成真的人妖，吃下唯一的双生恶魔果实，轻松秒杀未来的海军大将。众多强者评价汉库克的实力强弱。从圣地玛丽乔亚逃走后，汉库克3姐妹藏匿在香波地群岛，在雷利和夏奇的培养下提升实力。18岁回到九蛇岛担任女王，第一次出海远征就被悬赏800万贝利，随后被邀请加入七武海。元帅战国曾说过，汉库克拥有霸王色，战斗力很接近大将。为了顺利处决艾斯，
海军不得不召集七武海对抗白胡子海贼团。吴蜀奉命前往九蛇岛，刚见到汉库克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，所有的海军士兵被瞬间石化。吴蜀用刀刺穿手掌，才保留一丝清醒。吴蜀的战斗力其实并不弱，在顶上战争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。赤犬当上元帅之后，让他做海军基地总长官，大有当未来大将的潜质。斯摩格吃了自然系烟雾果实，前期谁都打不过，后期也是谁都打不过。见到老对手路飞一点没留情面，用海楼石武器死死按住对方的脖颈。汉库克见到老公挨揍，怒气值瞬间拉满，一脚踹断斯摩格的武器。斯摩格是敢言敢怒不敢动手，也是自认战斗力比汉库克差很多。青雉见到赤犬要杀路飞，立马甩出一个冰刀击中路飞胳膊。即便对手是大将青雉，汉库克也没有害怕，打算冲过去救路飞，不过让马尔科抢先了一步，飞过去一脚将青雉踹飞出去。从此也能看出来，汉库克自认有对抗海军大将青雉的实力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汉库克的赏金涨到16亿5900万贝里，比所谓的皇父高出很多，也是认可他有接近大将的实力。海军对汉库克的实力也非常认可，派遣2名中将去逮捕他。与此同时，还让科比和2名赤天使一同前往九蛇岛。之后的剧情可以确定，赤天使的战斗力并不比七武海差，也能反映出海军很认同汉库克的实力，才会派出如此强的阵容。黑胡子拥有接近40亿的赏金，也非常认可汉库克的战斗力，带着2名手下去抢夺甜甜果实，结果被瞬间石化，不能动弹。黑胡子趁机抓住汉库克的脖子，却不敢动手拧下他的脑袋。一方面是担心干掉汉库克会失去2名伙伴，另一方面也是畏惧甜甜果实，松手之后自己也会被石化。从甜甜果实的图鉴来看，属于双生果实，也难怪黑胡子要得到它。好在冥王雷利及时出现，给了黑胡子一个台阶，才化解了尴尬局面。如果要判断汉库克的实力强弱，得看揍路飞的人到底有多强。在剧场版《狂热行动》中，最强觉醒者巴雷特差点干掉路飞，愤怒的汉库克飞过去就是一脚，差点把巨大的合体怪物踹倒。如果让汉库克前往和之国，他会干掉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路飞也没有机会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。从下跪认干爹的小渔民，到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，黑胡子的实力经历过6次提升。12岁的帝奇见到白胡子，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，他要认眼前的男人当干爹，成为白胡子海贼团的成员，目的是寻找最邪恶的暗暗果实，实现称霸世界的梦想。此时的黑胡子只是个毛头小子，还看不出有多强的战斗力，在白胡子船上混了2年，黑胡子的实力有了不小的提升。对战罗杰海贼团时，表现出来的气场很强，说巴基和香克斯算不上强者，甚至动画组还导出一个镜头，疑似与冥王雷利进行了战斗。不知过了几年，黑胡子的实力突飞猛进，与年轻的香克斯爆发冲突。那场战斗的经过没有公开，结果是香克斯的左眼留下3道疤痕。当时香克斯的赏金是10亿4千万，黑胡子完全拥有与之匹敌的实力。艾斯加入白胡子海贼团后，黑胡子已经成为队长级别的强者。当众人推举艾斯为2番队长时，他还特意询问黑胡子的意见。虽然当时黑胡子的赏金为0，在艾斯心中却拥有当队长的资格。后来干掉萨奇抢走暗暗果实，也能证明他拥有队长级别的实力。吃下暗暗果实后，黑胡子成立自己的海贼团，战斗力也再次提升。得知路飞的赏金达到1亿贝利后，直言草帽团就是他们的猎物，对战艾斯也完全没有劣势。靠着暗暗果实邪恶的能力获胜，顶上战争的最大受益者绝对是黑胡子。海军集结10万兵力对抗白胡子海贼团，黑胡子偷偷来到海底监狱，招募到5位强大的伙伴。赤犬败光人品，丢掉半条命，才将白胡子打成重伤。黑胡子带着一群小弟捡漏，得到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，扬言自己才是最强男人，带着手下对抗卡普和战国一点不怂。此时黑胡子拥有的战斗力，至少在海军大将级别。面对香克斯提议打一架时，黑胡子还是怂了，带着手下乖乖离开，嘴上说着还没到交战的时刻，却表明他还没有匹敌四皇的实力。经过1年的发展，黑胡子与马尔科率领的队长的战斗，以完全碾压的方式获胜，赏金13亿7400万的马尔科也说了，完全不是双果实黑胡子的对手。之后黑胡子当上四皇，赏金达到22亿4760万，还算不上顶级四皇。又经过1年的发展，黑胡子的赏金达到39亿9600万贝里，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能轻松秒杀赏金16亿5900万的汉库克。不过与赏金30亿的罗战斗，只靠阵阵果实的输出居然没打，使用暗暗果实之后，才将罗彻底击败。这种战绩算得上顶级四皇吗？众多强者评价科比的战斗力，得到2位四皇夸赞。被巨鲁士成为豪杰的科比，真的拥有大将级别的实力吗？刚认识路飞的科比白白胖胖，没有一丁点战斗力。成为卡普的徒弟后，经过一段非人的训练，战斗力和颜值都提上一个档次，一度让路飞不敢相信。在顶上战争时期，科比已经有一定的战斗力，不过表现非常差。对战海贼时被一位少将救下，还让科比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路飞也表明科比的实力很弱，强调战场是危险的地方，不适合他。赤犬则认定科比是心中有杂念的人，不适合成为强大的海军。不过在香克斯的眼中，科比非常有勇气，敢于阻挡赤犬抓路飞。不管科比做的对与否，他的行为都能改变世界格局的发展。世界会议期间，科比已经晋升为海军大佐，负责国王们的安保工作。当利库王的船只受到攻击时，科比展示出强大的见闻色霸气。居鲁士也算是见过世面的强者，
曾经让多弗朗明哥感到畏惧。在他心目中，科比是海军英雄，应该是一位堪比豪杰的人物。见到科比的时候非常惊讶，没想到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。现在的海上皇帝黑胡子与海军英雄科比也有不少渊源。当年罗策划洛基港事件，目的是搞到100个海贼的心脏去换七武海，科比也参与了那次事件，在战场上拯救平民，被称为英雄。后来我们知道，黑胡子也参与了那场战争，对手是洛克斯残党王直。正是因为科比在战场上的优异表现，才让黑胡子击败王直，称霸蜂巢岛。当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黑胡子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再次遇到恩人科比，黑胡子也表现出了感谢，虽然有调侃的味道。因为雷利的介入，黑胡子也只能乖乖放弃。离开前，他要带走800海军，科比提出用自己来当人质，换取那800位海兵的性命。黑胡子也同意了，他认为有科比在就能达到目的，让蜂巢岛成为加盟国。卡普一直认为科比是海军的未来，在蜂巢岛对战恶阵王的巨大手臂。当时有 SOAR 的副队长格鲁斯，军衔是少将，比科比的大佐高很多，战斗力也应该在科比至少。卡普却让科比充当关键性的输出，也是认定科比的战斗力已经能超越当时的少将格鲁斯。科比没有让卡普失望，一招正直突击粉碎巨大手臂，甚至有霸禅的错觉。格鲁斯见状对科比的战斗力非常惊叹，认为他一直在隐藏实力，能让海军少将自叹不如的科比，战斗力是否接近大将水准了呢？卡塔库利与多弗朗明哥谁的战斗力更强？尾田终于在 SBS 中给出了准确的答案。经过2年的修行后，路飞遇到2个强悍的对手，一个是赏金3亿4千万的多弗朗明哥，另一个是赏金10亿5700万的卡塔库利。这2人的实力强弱一直是海迷讨论的话题。单单从赏金上来看，多弗朗明哥明显处于下风。不过在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每个人的赏金都暴涨了一波。拥有霸王色的女帝汉库克，赏金都能达到16亿5900万贝里。如果多弗朗明哥不被关入海底监狱，赏金妥妥的会超过10亿。从恶魔果实的修炼来看，明哥与卡塔库利都掌握了觉醒能力，卡塔库利甚至让诺诺果实拥有了自然系的一些特质。不过从多弗朗明哥使用的招式来看，他对线果实的开发更强。大招鸟龙绝对是逆天般的存在，即便是藤壶也无法阻止其收缩。在3色霸气的修炼方面，卡塔库利占据绝对的优势。2人对战路飞的时候，都释放过霸王色霸气，只是将周围的小喽啰震晕，还没有掌握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卡塔库利对武装色霸气的修炼明显强于多弗朗明哥。对战路飞的时候，武装色的硬度一度打得路飞不能还手。明哥在对战罗的时候，手掌包裹武装色却被妖刀鬼哭砍伤。至于剑纹色的修炼，卡塔库利已经掌握到预见未来的水准。虽然比不过香克斯的剑纹杀，相对多弗朗明哥要强很多。在战绩方面，卡塔库利基本不出蛋糕岛，没有与顶级强者交手的记录。对战过最强的敌人就是路飞，不拿掉一个腰子，路飞也不会赢。后来黑胡子派青雉去蛋糕岛抓布林，也是认可卡塔库利有接近大将的水准。多弗朗明哥与2位大将有过交手，一位是前海军大将青雉，在冰火岛被瞬间冰封，挣脱冰块后嘴上很不怂，能看出与青雉的差距很大。对战藤虎的时候态度非常嚣张，主动出手，还扬言连藤虎一起干掉。不过从藤虎坦然的态度来看，搞定当时的多弗朗明哥不在话下。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，多弗朗明哥最初的设定是百兽海贼团的干部，担心路飞在鬼岛打不赢如此强大的敌人，才把他设定成一位小 boss。百兽海贼团的干部都用扑克牌命名 ，JQK 分别代表3位大看板，其中 K 代表岩灾镜，也是最强的大看板，战斗力仅次于凯多。多弗朗明哥一直被称为 Joker， 是扑克牌中的鬼牌，比 K 更大。如果他被安排在百兽海贼团，战斗力必定在岩灾镜之上。如此来看，即便明哥的霸气比卡塔库利弱，整体实力不一定落于下风。路飞从出海以来，拥有过3艘海贼船，第1艘是小木船，只能承载1人1桶；第2艘叫梅利号，是可雅送给路飞的，在航行中受伤太多，被路飞一把火送走；第3艘是千里阳光号，由弗兰奇精心打造。桑尼号刚完工的时候，每一位成员都给他取了名字。路飞在取名字方面可以说是绝对的鬼才，经常给别人取外号，比如叫马尔科是菠萝头。路飞一共给桑尼号取了4个名字，分别是黑熊白熊狮子号、老虎灰狼狮子号、鱿鱼章鱼黑猩猩号，还有丸子猩猩狮子号。从这几个名字来看，路飞绝对是与动物杠上了。山治取了2个名字，分别是向日葵先生和狮子号。桑尼号的船头很像狮子，也能看出山治非常务实。乌索普只取了1个名字，叫狮子船，与山治取的名字非常相似，太过普通，没有被尾田使用。每次有热闹的事情发生，乔巴都会显得很积极。不过乔巴只给桑尼号取了1个名字，叫樱花海盗号，可能是他来自樱花国度，取这个名字表明他想家了。弗兰奇是桑尼号的设计者，有权利对船取名字，他弄出2个名字，分别是狮子暴力冠军号、弗兰奇狮王冠军号。从名字中也能看出来，弗兰奇对当冠军非常执着，与黑胡子海贼团爆发战斗，他的对手很可能是冠军巴沙斯。罗宾给人一副温柔贤惠的感觉，取名字时却非常腹黑，直叫桑尼号为暗黑丸，等同把腹黑刻在了脑门上。索隆虽然经常迷路，在取名字方面却非常有天赋，给桑尼号取名字也很积极，一共给出了3个名字，分别是狮子妈妈号、睡狮老爷号、莱恩昂内尔大哥号。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，
索隆还真是魏中二青年，最后还是用了冰山大叔的名字——万里阳光号，穿越万千残酷的大海，如太阳一般灿烂的船，一个人干翻3位海上皇帝，头顶推进城最强男人的称号，却只拥有准大将级别的战斗力。他就是海底监狱的看守长麦哲伦，每天都要蹲轿子拉稀10个小时。麦哲伦吃下了超人系毒果实，呼出的气体含有剧毒，会让他吃下的食物沾上毒液，这也是麦哲伦每天拉肚子10个小时的原因。不过毒果实也给他带来了强大的战斗力，全身覆盖上蓝色毒液，让敌人不敢触碰，堪称绝对防御。一旦触碰到这些毒液，会慢慢丧失五感，直到丧命。在推进城狭小的空间中，特别适合毒果实发挥，也让麦哲伦被称为海底监狱最强男人。海军元帅战国也曾说过，麦哲伦拥有接近大将的实力。为了救出艾斯，路飞在汉库克的帮助下，偷偷来到海底监狱。在那里，路飞遇到了巴基，两人一路上释放出大量犯人。麦哲伦决定亲自出马，他不允许推进城出现任何骚乱。此时，小冯告诉路飞，一旦触碰到麦哲伦的身体，就会身中剧毒丧命。路飞很清楚，不击败麦哲伦，就无法见到艾斯，哪怕舍弃双手也无所谓。可是，在剧毒面前，路飞的攻击毫无效果。没一会便倒在剧毒之中。小冯没有放弃与路飞的友情，带着他来到人妖乐园。在伊万科夫的治疗下，路飞消耗10年的寿命才捡回一条小命。当他们来到第6层时，艾斯已经被海军押送去马林范多。为了逃离海底监狱，路飞和伊万科夫组建越狱小队，其中还包括2位前妻无海，分别是克洛克达尔和鱼人甚平。黑胡子也在此时来到推进城，他的目标是寻找强大的伙伴。麦哲伦迫不得已放出宇之溪流，让他去阻止黑胡子海贼团，自己则是前往第6层，剿灭以路飞为首的越狱小分队。途中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麦哲伦没有过多废话，一招毒龙全部秒杀。伊万科夫决定断后，一个人留下来阻挡麦哲伦，最终和闪电一起倒在毒液之中。路飞在3哥的帮助下，用蜡烛制造铠甲，再次对战麦哲伦。在麦哲伦的大招毒之巨兵出现后，也只能放弃战斗逃走。另一边，甚平和老沙一起带着巴基抢夺到一艘军舰，在被毒之巨兵攻击到之前，所有人跳入大海中逃生。小冯变成麦哲伦的模样，下达开启正义之门的命令，之后破坏掉控制大门的开关，让路飞等人安全逃离。此时的推进城中，溪流选择背叛麦哲伦，拿出解药拯救黑胡子海贼团。他们释放出第6层的罪犯，开启最残暴的招聘会。麦哲伦奋起反抗，奈何寡不敌众，被黑胡子等人打成重伤，勉强捡回一条小命的麦哲伦，却因此事被降职为副看守长。如今来看当年的推进层事件，麦哲伦一人干翻如今的3位4皇，还有众多准大将级别的强者。只可惜太依赖恶魔果实，实力上限并不高。